Yo, what's up？ 欢迎回来 Rider ATH， 我是阿豪 ATH。今天你们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一边呢，就是 Mazda 小改款的 CX-3。这个小改款的 CX-3呢，如果不是这个颜色啊，你们在路上看到它的话，可能都不知道它已经小改款了啊。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它跟之前的 CX-3啊有做了什么样的提升啊。首先我们从车头方面啊，可以看到它这个 bumper 这边呢，这一次是加上了这个，只是好像普通的 parking sensor 这样子。然后我们还可以在它的这个 logo 这边看到。这个是这种 3D logo， 不是那种 acrylic 滑面 logo，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没有在 logo 里面藏那种短波雷达啦。可是这一辆车哦，其实它是有办法做到前方侦测的。它的侦测方式呢，就是用挡风玻璃上面的镜头，然后前方呢，我们可以从 bumper 的这个位置看到啊，前方有一个这个镜头啊，这个镜头不止在前面可以看到哦，你还可以在它的 side mirror 啊，下面那边也可以找到这一种镜头。因为这一次呢 ，Mazda CX-3 小改款了过后啊，有这个360度的全景环绕影像啊，你在做一些 parking 的时候啊，尤其是刚刚拿到驾照的朋友要做 side parking 呢，360度的这个全景环绕啊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功能啊。OK， 我们简单的带过来看一下这辆车的侧面啊，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好看多 tone 的这个 Sport Rim 啊。现在我发现很多人买车啊都不去换 Sport Rim 了，原因就是原装的 Sport Rim 其实已经很好看了。好像这个 Mazda CX-3 的 Sport Rim 呢，如果是我的车的话，我也不会去把它换掉啦。OK， 通常我们看到在侧面这边有这个防刮材质的 plastic 啊，我们一般上都会称它为 SUV 啊。但是其实 CX-3 这个车款呢，它是一个 crossover 啊，甚至我觉得它已经像是 hatchback 了，它并没有那种很 crossover 或者很 SUV 的感觉。它的车身高度啊，其实不高的，就是跟一般的车没有什么两样啊。但是它就有这一种比较越野风格的设计元素啊。但是这个我觉得啦，看起来怎样都比它的那个兄弟车款 CX-30的来得好看。CX-30的这个防刮板啊，真的太大个了。如果你们没有看过那个 CX-30的防刮板啊，建议你们点击我影片右上角的 link 过去看一下那个 CX-30的影片，你们就知道它有多夸张的大。我个人是不能接受啦。CX-3的呢，就看起来比较 balance， 比较小个一点。OK， 当然这辆车呢，不止车头啊，我们还可以在侧面看到它在这个防刮材质的 plastic 板上面加上这种 chrome 条啊，就是让它更加有层次感。这个点缀起来啊，看起来也比较好看啊，就不会感觉很死板。OK， 我们来到这辆车的车尾呢，这个车的车尾啊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双出排气管。这个双出的排气管呢，是真的排气管啊。有些人喜欢双出，有些人喜欢四出，像我呢，我喜欢中出。OK， 然后它的这个后面的 bumper 呢，就跟它的兄弟车款 CX-30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这个防刮材质的部分啊，很大一搞。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。好像我就觉得有一点太大了，你要忍一下。车尾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电磁阀，这样子把它打开来。这个车尾箱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讲，就是一般的这种 hatchback 车款的 size 啊。如果你是打算买 CX-3， 一家大小4、5个人去旅行，又要载很多行李的话，sorry， 这辆车真的不适合你。这辆车呢，我觉得就是买来 enjoy life 的，就是你觉得这辆车很美，你很喜欢它的 design， 然后你不介意它的 size， 这样子这辆车应该是蛮适合你啊。如果你要来载货的话，买 Hilux 啦。OK， 简单的来看完了这辆车的车头、车侧、车尾啊，这一系列 exterior 的东西呢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辆车的 interior 的部分。OK， 现在我们来到就是这辆 CX-3 interior 的部分。一打开车门呢，我就可以在车门板上面看到有一个很大面积的 Alcantara 的这一种皮革啊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种 Alcantara 的皮革啊。当然它不是一大片空这样子，它有在上面做一些 stitching。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种白色 stitching 没有这样好看，都是追求要红色 stitching 啊、黄色 stitching。但是我个人觉得 CX-3 这一辆车呢，它搭载了这个白色的车缝线啊，就会提升它的档次。而不是一味的在追求那一种红啊、黄啊那种 sporty 的颜色，我觉得反而会 low 掉啊。Interior 的部分一坐进来呢，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个很好看的方向盘啊。这个方向盘它的上面的操控键哦，其实不是很多，就是很容易让你明白它是什么样的作用。它的冷气出风口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，它有点像战斗机的喷射孔的 design 哦，我个人是觉得很好看。Dashboard 正中间就有一个小尺寸的荧幕，这个荧幕呢是好像那种 BMW
BMW iDrive 一样，你可以在这一边用这个旋钮来操控。对驾驶的 driver 啊，操控这个主机来讲是非常的友好哦，因为你可以一边驾车，你的手这样在旁边就可以操控到它了，而不需要真的去点那个触屏。Dashboard 上面也是有这个 Alcantara 的皮革，真的是很好看。我一直都觉得 Mazda 它在设计车的时候啊，它更多是花心思在把一辆车的 interior 怎样变得更加的有质感。其实 CX-3 啊，它很大面积都是 hard plastic， 你看，其实全部都是 hard plastic。但是它用视觉效果让你觉得整辆车的 interior 虽然是 hard plastic， 但是质感的那个档次还是比它的对手来得更高了。它就是要骗你的眼睛。OK， 然后这一辆 CX-3 呢，原厂出来就有丁特了的啊，但是它原厂的丁特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够黑啊。但是你们懂吗？如果你去粘多一层的话，反而会让这个车窗啊在上下的时候增加负担。所以呢，最好的 solution， 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安装 Elevo 的Sunshade。这个 Elevo 的Sunshade， 不要看小小片这样子啊，它的这个隔热啊，就是阻隔那个光线的效果啊，还是非常的好的，而且它不会影响你的 Power Window 上下的工作。再来就是你可以非常轻易的安装上去，因为它是 magnetic 的，在它的边框这边呢会有磁铁，你只需要放下，它就会吸附上去。当你不要用的时候，好像晚上有些人开车不喜欢太暗的话，只需要把这个 Elevo 的 Sunshade 拿下来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 Sunshade 的话，非常简单，只要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就可以找到 Elevo 的官方网点啊。椅子方面呢，因为这一辆车它就像是一辆比较小型的车啦，就是不要把它拿来跟 CX-5 比啦。当然 CX-5 的椅子会比较大张，比较舒服，这个椅子是比较小张的，但是它还是有这个电动操控的这个椅子。我现在把这个距离啊调整到我舒适的这个乘坐姿势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去后座看一下坐在后面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效果。OK， 现在来到就是这一辆 CX-3 的后座。我觉得每一辆 Mazda 车一般上它的同样一个级距跟它的竞争对手相比起来呢，它都会稍微比较小一点点。好像这一台 CX-3 它的最直接的竞争对手 HR-V X50 啊，我们拿这三辆来做比较的话， HR-V 的后座乘坐表现呢是三辆当中里面最好的，然后排最差的就是这一辆 CX-3 了啊。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？刚刚前座我已经调整到我这个自己舒适的乘坐姿势了，过后我坐来后面啊，我的膝盖跟这个前方的椅子啊的距离真的是非常的少，只有差不多2寸罢了。当然我们不可能脚这样直直坐在后面啦，哇，然后穿那个窄裙咩？男生我们没有穿窄裙的嘛，所以不可能两腿这样直直。所以如果我们把两腿这样掰开来的话啊，坐在后座呢，这个腿啊，膝盖跟前方的座位大概就有一个3寸半左右的距离啊。这个距离我还是觉得不太满意啊，但是不用紧，买这辆车不是让你每天呢载满后座了。如果你每天要载满后座啊，不要买这辆车啊，这辆车不适合你。既然后座就是设计不是每天载满乘客，这样子没有后座冷气出风口啊，好像也还蛮合理的啦。然后就连这个通常会在这个前方 armrest 后面放上的这个 USB 插孔啊都没有啦啊。但是后座呢，它还是有给你一个 armrest， 而且这个 armrest 的 design 我个人很喜欢。你把它翻下来了过后呢，它是一个平整的，就是没有动的啦。通常会有直接看到2个自杯架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真的是要放饮料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打开来，好像 toolbox 这样啊，就是往外翻。打开来过后呢，你就可以放2个饮料，比较别出心裁一点。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 design， 觉得还蛮特别的。刚刚有一个重点没有讲到哦，就是这一次的 CX-3 呢是有搭配天窗的，坐在后座是比较轻易、比较明显的看到这个天窗啊。这个天窗呢是让你们在上云顶啊，去那种金马伦的时候，哇，就真的西北爽啊！把它打开来，你就可以 enjoy 那种外面吹进来的自然风。想到都开心，但是实际上用它的次数啊，真的是有一点少到可怜了。OK， 讲了这样多，这辆 CX-3， 我们现在来上路试驾体验一下，顺便我们跟车主了解一下他驾这辆 CX-3 拿到车到现在整个过程呢，体验是怎么样的。我们由车主来跟我们分享，就可以拿到一个真正更加准确的驾驶体验，还有使用体验了。OK， 现在就来到这个试驾环节了啦。坐在我身边的呢，就是这个车主啊 ，Mr. Bird。为什么会是 Bird 呢？
哦，就我的 nickname 吧，就从小到大大家都这样叫我。所以你买这辆车之前啊，你一定有 survey 好几款车嘛？为什么会看中 CX-3 呢？之前的话，我是想要买的是 SUV 的车款啦，是有去看了 HRV， 然后也是有去试驾的 X50，在可能 handling 那些来讲的话，这一辆 CX-3 就是最好的，我觉得是体验到它的 GVC 的那个毒啊。对，很多人中 GVC 的毒呢，就很难抽身了。好像我之前试驾那个 CX-5 2.5 Turbo 那一款，哇，它的 GVC 真的是 very 的 good 啊，驾起来那个操控感，你真的是要去试驾体验它啊，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了。所以你也是因为 Mazda 的 handling 受到你了。对对对。然后这一辆 Mazda CX-3 呢，它是2000cc， 你觉得这辆车2000cc 的动力表现啊，给你啊 daily drive 啊是怎样的一个体验？Daily drive 都 OK， 而且其实2000cc 的引擎，它再加上它是有 Sport Mode 嘛，所以来讲的话都不错啊，还会有一些贴背感。OK，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边有一个 Sport Mode 啊，我们把它推去 Sport Mode， 试一下。OK， 给日常来用的话啦，当然你不是要把这辆车加进赛道啦，加去赛道的话肯定是不够用啦。但是如果是以日常使用的场景来讲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动力表现啊是绝对充足的，而且2000cc。这一个级距300多块的 Rotax 也不是很贵，然后这一辆车是 Mazda 啦，你懂啊，有那个 iStop 啊，个人不是很喜欢的东西。红绿灯的时候停车，它就跟你熄火，很烦啊，车主会觉得很烦哦。非常烦，非常烦啊！上车我一定给它关掉就对了。它的 steering 啊，我觉得是比较偏小一点，比较 sporty， 手感这些都很好。当然 steering 后面还有 pedal shifter， 你可以自己做到这个换挡啊。有些人看到 pedal shifter 就在想，这辆车应该是 CVT 啊，还是 DCT 啊？但是这辆车其实不是 CVT， 也不是 DCT。它是传统的自动变速箱，可能有些人听了会觉得是一个很老旧的东西啊，就会觉得哇，老魏，中国 Mazda 给这种旧东西。但是我觉得传统变速箱啊，它的稳定性真的是没有什么好质疑的啦。有些人就会觉得 CVT 变速箱出入口 lag 啊、慢啊，然后没有那个换挡的感觉，没有激情啊。DCT 呢，慢速行驶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痛苦了。很挫啊，对，有顿挫。你在慢速行驶，你在塞车，你在等红绿灯，你就要前一点点。有时候前面的车前一点点停了，它又补油，你又补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超痛苦。自动变速箱解决这些问题。OK， 现在我们把车速加到大概是90这样子。这条路是比较颠簸的，你看，那老喂，马来西亚的路就是这样。然后架起来呢，我觉得它的整个。那个它的 suspension 的那个回馈啊，给我们坐在我们的屁股的那种感觉啊，它的余震啊是非常的少的，是属于偏舒适的，但是会有一点轮胎声音这样子应该是路面很粗啊。这辆车哦，它有那个抬头显示器，显示你的车速的一个数字在跳动啊。你画面上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，它有一点闪烁，是因为相机拍摄这种东西的时候会有那个频率上的问题。其实我们肉眼看是不会有闪烁的啦。抬头显示器这个东西呢，我个人不喜欢的，你喜欢吗？我觉得还不错，可能我比较容易被一些眼前的经过的一些小东西还是什么东西影响，所以我在驾驶的时候我会一直要去看它啊，当我一直去看它，我会觉得好像很烦啊，因为我们一下看远，一下看近，一下看远，一下看近，就会有那种视觉上的误差。然后你现在我看你这辆车其实很新嘛，就走了2500多公里，这一个过程啊，你体验到你最喜欢的一个点啊，就是你每一次驾车，你就会觉得哇，好彩我买这辆车的那种是什么样的一个点啊？我觉得是舒适度吧。其实我坐上来是，我觉得是很舒适的，而且它的隔音效果我觉得很好。对，真的没有什么风噪声的。对，你要一点动力的话，你油门深一点，动力又有啊，它是属于比较动力又有、舒适又有的一辆 hatchback crossover。然后我驾起来我也是觉得很满意这辆车，但是就是价钱稍微有一点偏高，所以很多人不会去看到它。但是其实这辆车真的是很好，
它的内装的质感，它的驾驶体验，整个过程啊，就是你会很 enjoy 这辆车啊。对，那你有没有觉得驾这辆车有没有遇到什么很不爽的地方呢？就是刚才的 iStore， 就是那个 iStore， 就是那个 iStore， 那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啊。对啊，现在可以去买一个小插件，插那个 ODB2 啊，就可以 bypass 掉这个 iStop。OK， 然后这个盲点侦测它也是有啦，这个 Lane Departure Warning 它也是有啦，也是有6颗这个 airbag， 所以它在安全配备方面，以目前来讲啊，是一个很完整的安全配备了。对，唯一要嫌弃的啊，我自己虽然我不是 owner 啦，但是我以我的比较主观的方式来讲的话，我就觉得这辆车后座比较小。对哦，前座你不会觉得小，不会有问题，前座是很 OK 的，乘坐起来也很舒服，驾起来也很舒服。但是如果你有时常要载人的话，后座就真的比较不太理想。它的这个后座椅背倾斜角度呢，经过我的测量啊，是大概在101度左右啊，101度左右的这个成绩，在这个价位有很多车款都比它来得好。但是如果你自己平时驾一个人驾2个人这样子出门的话，完全不是问题，都很 OK。你身高有170多180，对吧？170多啦啊，170多坐后面就肯定是不太适合了吧？好像我170还好，我坐后面头顶不会有很辛苦的感觉啊，但是膝盖方面就很靠近前座的这个椅子了。OK， 好了，今天这一个属于比较简短的试驾，因为我们不能去太远了，不能去体验那种弯道啊、上山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只是在一条比较路况不太好的 highway 体验一下，给大家知道一下这个 CX3 驾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。如果你们对 CX3 有兴趣的话，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试驾一下。毕竟我觉得买车啊，10多万的东西嘛，你买一件衣服几十块、整百块都要试穿啊。买车一定要去试驾，体验一下它是不是你的菜啊，这些都是要你真正去看到真的东西，摸到它，体验到它 ，test 一下，你才可以做决定的。OK， 今天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到这里。结束前也非常感谢 Charlie Cars 的合力播出。如果你们想要找一些新车啊、二手车啊，还是 recon 车的话，都可以到 Charlie Cars 上面逛逛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记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分享出去啊！小铃铛也要跟它度下去啊！今天就先这样子啦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 ，Goodbye。